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今天我们想要深度拆解一个话题：美貌负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城市的街头、网红餐厅、奢侈品专柜、医美机构的门口依然有人头攒动，朋友圈里还有一些精致的下午茶、名牌包包和旅行打卡，好像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光鲜亮丽，无忧无虑。但是如果再往深一层看，就有可能看到另一面。这背后也许有人刷爆了好几张信用卡，有人靠网贷彻夜难眠，有人月薪5000却背着每月上万的账单，有人为了维持外表的体面，把自己拖进了看不到头的债务深渊。美貌负债，它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场影响着千万年轻女性的社会危机。而这背后是经济周期的转折，是两性关系的重构，也是一代人用青春和信用买单的代价。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看懂为什么靠美貌吃饭的时代正在崩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孩把自己活成了精致的负债人。先问一个问题美貌经济印象里的美女经济是什么样的呢？那大概是这样的吧，女孩子只要长得好看，会打扮，最重要还要年轻，对吧？就会有人愿意为她买单一种颜值红利。约会有人会请客，节日有人会送包甚至房租、车贷、医美开销都有人兜底。那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套逻辑似乎是在社会上畅通无阻的正义，颜值即正义。很多人呢，甚至把它当成了一种人生捷径利用美貌作为资本把颜值变现讲究精致作为阶层的跳板但是凡事总有一个但是。近几年情况有所变化。这场转变的导火索，它倒不是因为女性觉醒了，而是因为男人可能没钱了。这几年房地产、金融、教培、互联网等曾经的高薪行业集体退潮，大量的中年男性现金流枯竭，曾经一掷千金的买单者突然捂紧了钱包。过去那种依靠男友和暧昧对象承担公寓、豪车、奢侈品、月供的模式，在近几年彻底失效了。更关键的是，男性在两性关系里的支付意愿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并不是男人们不想大方，而是房贷、车贷、失业的风险、收入下滑，对未来的不看好，这些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曾经过节必买账必买单、必转账，约会全买单的默契现在变成了能省则省，能 AA 就 AA。于是依附在这套体系上的美貌消费第一个塌房。很多女孩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维持精致的钱本来就不是自己赚的，而是靠别人的支付意愿。当支付意愿归零，她们的生活模式就没有办法再持续了。这就是美貌负债最残酷的起点，用别人的钱撑自己的场面，当别人撤资，那这个盘面也就维持不下去了。数据不会说谎恋爱经济崩盘、礼物泡沫破裂是有数据依据的。靠颜值换取供养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第一个崩溃的就是恋爱节日经济。2025年的520期间，线上鲜花销售同比暴跌了41%，美团高端餐饮订单大幅下滑，曾经几百块一束的玫瑰现在烂在冷库里都卖不出去。昆明花商甚至打出了要59.9元包邮的跳楼价，直接击穿成本。更讽刺的是，二手平台未拆封的奢侈品礼盒、香水、项链、彩妆套盒转卖量激增了25%。
这什么意思呢？以前收到礼物是炫耀，现在收到礼物也要赶紧变现。所谓的爱情仪式感已经变成了止损现金流。微信里面520、1314这类特殊红包的发送量也大幅缩水，甚至情侣酒店的入住率都暴跌。曾经热闹非凡的这些节日，一夜之间就冷清了下来。在这些数据的背后，男性的钱都去了哪儿呢？其实男性的钱转而流向了游戏、数码、户外、健身，从悦他消费全面转向了悦己消费。他们不再愿意为情绪价值、颜值展示以及朋友圈的体面来买单。其实这也不是冷漠，是经济下行期间人最真实的理性反应。其实不用经济下行，消费到底是要悦他还是悦己，这纯粹看男人自己怎么想，是一种观念。2025年整个医美行业迎来了至暗时刻，近40%的中小诊所都倒闭了，原因也很简单，美容贷款的坏账率太高，金融机构直接停贷。曾经医美机构的话术营销话术是变美就是投资自己，漂亮了自然会有人为你买单。无数女孩子被这套逻辑洗脑，零首付分期贷，几万几十万的砸在脸上。他们的还款逻辑不是靠工资，而是要靠颜值变现。变漂亮了就有人请客，有人送礼，有人兜底，有人帮付信用卡。现在变现路径断了，但是贷款还在呀。大量女孩子还不涨钱，医美贷款坏账率飙升，银行和金融平台已经不愿意再给高风险的人群贷款了。结果就是想整容的没有钱，整过的没钱修复，已经负债的彻底逾期，制造美貌的机器有点要停摆的意思。这个咱身边是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有。刚开始他可能只是去做一些简单的保养，但是就是医美的那套营销话术就会不停地向他灌输这种概念，就是颜值是可以变现的啊！你看谁谁谁哪家的老婆到我们这里来做医美啊，她老公多爱她多爱她，给她花多少钱。说实话，这真是医美行业的这种营销话术真的有点没什么底线。还有一个荒诞的现象是女装电商的退货风潮，现在退货已经是女装电商行业的最大痛点。传统电商退货率达到50%到60%，直播电商退货率甚至能够达到80%到90%，而且退货是有成本的，运费险加物流加2次质检加清洗加库存，退货成本甚至可以达到平均25元每件，直接吃掉了很大的利润。男装也有一定的退货率占30%到40%左右，比女装稍微好一点。商家被逼得没有办法，就发明了 A4 纸大小的巨型吊牌，硬得像纸板，只要不剪吊牌就根本没法穿出门。为什么要这么极端呢？就是因为太多人在白嫖。很多女孩的操作是下单网红连衣裙、小礼服套装，收到货立刻拍照拍视频发朋友圈打卡探店，完成社交展示之后7天无理由退货。业内管这种现象叫做云穿衣，把电商平台当免费的试衣间，把商家当道具库，表面光鲜亮丽，背后1分钱不花。但这种体面又能撑多久呢？商家倒闭潮已经来了，年销800万，亏损80万，运费险1年赔10几万，退回的衣服有香水味、口红印、穿着的痕迹，根本没有办法2次销售。当一个社会需要靠蹭穿白嫖来维持精致，这不是时尚，这是消费主义的穷途末路。债务闭环越美越穷，越穷越整，而在这背后是个人层面的债务恶性循环。
00后女性的负债率是 48.3%， 并且增速最快。女性的消费贷中 80% 流向非刚需，医美啊、奢侈品啊、网红餐厅啊、旅行啊、穿搭呀。30岁以下的女性逾期率同比暴涨，不良贷款率较5年前翻了近20倍。这些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20来岁的女孩，月薪最多，大部分月薪也就几千块，但是信用卡加网贷的负债却有可能千万甚至十几万，钱全部花在的是医美啊、护肤、买包和拍照这些事情上。她的逻辑是，我变好看了才能够找到有钱的男朋友帮我还贷。结果呢，其实光靠颜值去找有钱的男朋友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只有负债会越滚越大。还有一些更极端的案例相亲市场上有人会要求月入3万覆盖伴侣的信用卡账单。一个女孩自己月薪几千，却背着每月上万的分期，包括房租分期、医美分期、包包分期、手机分期、护肤品分期。她这也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用非分期来维持一个美女的人设。消费主义在不停地告诉女孩子们，好看的女孩自带干粮，而现实是靠负债好看的女孩自带深渊你以为美貌是资产，其实在经济下行期，没有生产力支撑的美貌就是负资产。它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还不能帮你抗失业、抗通胀、抗风险。当潮水退去，美貌撑不起生活，也就只剩下负债陪你上岸了。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戳破一个持续了20年的超级谎言，美貌等于资本。这个谎言由资本、媒体、网红、商家一起编制，无孔不入女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一点就等于买。精致穷是一种生活态度，穷可以，但必须精致。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投资自己就需要整容医美包装你怎么穿就是什么层次，而你的层次取决于你所穿的衣服的价格。这套话术其实最恶毒的地方就在于它把消费等同于自我价值，把透支等同于阶层跃升。年轻的女孩子们被洗脑，只要外表精致就可以跨越阶层，就有人为你的人生兜底。但是其实他们从来不说，真正的资本是技能，是认知，是现金流，是不可替代的生产力。真正的投资是学习，是健康，是攒钱，是抗风险的能力。而真正的精致是不用为了账单失眠，不用靠网贷撑场面，不用看别人脸色生活。在过去的20年，经济上行，货币宽松，大家对未来都有无限的信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谎言还是暂时可以自洽的。你敢借，就有人敢贷有人敢买单。但是2025年之后，社会其实进入一个去杠杆的周期，虚的、泡沫的、没有产出的、靠透支维持的东西都会逐渐被打回原形，而美貌恰恰是最虚的资产。美貌是有保质期的，也有很高的维护成本，有极强的替代性，也没什么生产能力。你花10万整的脸，别人可能花5万也能做得到。你省吃俭用买的包其实别人分期也能买得到，实在不行买个二手的是吧？你靠外表建立的优势，在经济寒冬里其实一文不值。这就是美貌负债最核心的本质，把资源错配在虚荣上，把人生压注在泡沫上，把安全感寄托在了别人的钱包里。当泡沫破裂，最先被牺牲的就是那群最相信美貌万能的年轻女孩。不过这一切的背后不光是钱的问题，其实这是一场价值观的集体错配。很多人把美貌负债都归因为女生太虚荣，但是其实这很肤浅，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社会性的系统问题。首先
我们的审美教育就是长期缺位的，女孩们从小就被灌输白瘦幼的高颜值即正义，而从小就在焦虑自己的不够白不够瘦，鼻子不够挺，眼睛不够大，整个社会都在用容貌制造焦虑来塑造女性，最后再用债务去收割焦虑。而我们的财商教育其实也基本没有，学校里并不教怎么赚钱，也不教怎么存钱，也不教怎么识别贷款陷阱，也不教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但是商家和平台资本却在用最精准的算法诱导你超前消费。在浮躁的年代里，社会其实非常追捧走捷径致富，踏实工作被嘲笑是死工资，努力奋斗被调侃不如嫁得好，靠外表走捷径反而有可能会被羡慕说是活得通透。这种价值观也让年轻一代人相信走捷径其实是聪明的现实。其实美貌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它是一种不用花钱就会给你一种我已经跨越阶层的幻觉。一个月薪只有几千块的女孩，背上名牌包，做精致的医美，再穿网红穿搭，再出入网红餐厅，她自己可能就会有一种错觉，我已经进入更高的圈层了。他下意识的也有可能会看不起踏实上班赚钱不打扮过普通日子的人，他甚至会觉得我值得更好的，我配得上更好的生活。但是问题是，这种幻觉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真正高圈层的人其实比谁都清醒，比谁都精明，他们也有可能会短暂的为美貌付费，但绝对不会为负债、为虚荣、为无生产力的人设就接盘一辈子。美貌所能给你的不是阶层，只是幻觉。你以为在往上走，其实是在往下坠，只是坠得比较好看而已。不再看起来是女孩子的事，但是它其实是经济周期退潮后对最先露出来的底，是消费主义20年结出的苦果而已。这个时代正在悄悄惩罚那些只懂包装外表却不肯建设自己的人，也正在悄悄奖励那些默默生根、稳住现金流、守住底线、靠自己站稳的人。真正的高级从来不是活在别人眼光里，也不是活在精致的人设里，而是活在你的能力、你的认知、你的存款和你的清醒力。所以希望女人们都可以好好赚钱，好好存钱，好好增值自己。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